民法典，让法律 easy 点，让烦恼少一点。老板，上次就房东的问题退回来的押金我就想说，反正就是要结婚嘛，要很多钱，所以我就投资，我就去买那个加密货币不稳定性很高对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说的。该不会你就是那个名人嘛，我们就他的粉丝我想说好，就跟着他一起去做。结果现在我们就好像有点拿不回来哇，惨了！你当初为什么会投？他是不是告诉你很高的报酬？对我就想说，反正我押金有10万嘛，那我就10万，然后好像可以拿回100万，我就投进去啦。什么都没有了。对惨。然后就是一群粉丝成立自救会，想说要想办法拿回来那些钱。哪有这种投一得10这种事情？讲到呢这个法律问题呢，我们当然要请教专业人士啦。民法典，让法律 easy 点，让烦恼少一点。委员，你看出事情了！哎呀，你真的是他的这个问题解决大师啊！真的。他这一次呢，他去踩到了这个投资广告不实的陷阱，说投个1块可以得10块，投个10万得100万，都妄想说要提早退休了。他是投资什么东西啊？加密货币这个 OK， 就知名某艺人他投资香港的这个加密货币平台。后来我去帮他查了一下，结果这一间叫什么 JPEX 这个加密交易所，它没有任何牌照然后受害者光是现在香港那边一查就2000个人了，然后重点是他在美国、加拿大、澳洲通通只有注册，根本没有得到所谓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许可，所以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先从加密货币上面讲起了我曾经询问过这个金管会因为现在在台湾我们没有法源，我们金管会我们已经提醒他很多次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他就是还是一样的。你今天还有脸前面在回答其他的委员讲说，我们对于虚拟的部分不了解，我们要让他实际了解。那我现在就请问你，洗钱嘛？洗钱你管了多久？洗钱你管了多久？不回答声。从洗房法开始，我们就在管。是，好，那我请教你，洗钱防治的部分，透过个人的虚拟户，然后洗掉钱，你管了吗？你管了吗？我们是从今年开始受行政院指示担任主管机关的。那不是你原来就是你本人，你本来就是我们原来是你的洗钱的管金融部分吗？机构的洗钱防治。好，所以你的意思说洗钱防治不归你管，只有金融机构的归你管。那也难怪我们检调单位会讲说你行政怠惰无为啦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的国人呢，其实除了你刚刚提到的香港的这个事件之外，其实在过往其实还有 FTX 的部分。对，所以我们看到林林总总的陆续 IMB 也算吗？对，也算，但是它是不一样的行为。对，所以呢，我们看到林林总总的东西呢，现在真正的损害呢，一一的都开始浮现那今天如果说单纯的我们到底这个原来的发行单位那个平台有什么样的责任？那是一个法律的这个区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刚才你助理有提到说，他是在台湾的部分，他是因为看到这个不实的广告，对也信赖这个代言人的关系，然后因为是他的粉丝，所以他才进去。那在广告不实的部分呢，在我们的法令规定倒是非常非常明确了不管是公民交易法也好，或者是消费者保护法也好，我们都有很明文的规定。当你碰到广告不实的时候，谁有责任呢？第一个，业主当然有责任。对那第二个呢？业主那你讲说，因为他在国外，所以你讲他有责任，其实也于事无补了，对不对？所以第二个呢，谁有责任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媒体的这个平台，你的广告商。所以像是他如果是从脸书点进去或什么 Line 什么的媒体经营者。因为像 YouTube 超多这种诈骗广告。因为我们的条文上面规定的是，如果这个媒体的经营者你是知道或者是你可得而知，就是说你可以知道的话，然后你还去制作或者设计这个可能会引人错误的广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要跟广告主要负连带责任。连带责任我们以前在别集里面曾经提过，什么叫做连带责任，跟一般的个别责任它是完全不一样。好，所以你会看到广告主当然有责任，就是原来的这个发行的加密货币的，他当然有责任。广告的提供者媒体者他也有责任。然后第三个其实最严重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代言人或者是建言人，就是推荐
的这个人呢，因为按照我们的这个公平法的规定呢，广告见证者如果这个见证者他是明明知道，或者是他可以知道，正常的情况之下他可以知道的话，那他所见证的东西呢，就是他推荐说，大家可以去怎么样子采购这个加密货币。那像这样的情形呢，他要跟广告主也要负连带赔偿责任。但是有一种这个连带赔偿，它有一个例外的规定，好，这是我们公平法里面规定的。他说呢，如果这个广告见证者啊，就是你刚刚讲这个数字的这个代言人啊，如果他不是名人。好，然后他也不是专业的人士或者机构的话，他只有在他领的报酬的10倍的范围之内，他要赔。你当然算名人啦，所以但是呢，比如说假设是不能代言，对，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代言出问题了。像那个有一个很资深的主持人啊，让我们看下去，他之前也是有，他是代言人，然后负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但是如果他不是名人哈，因为他为什么会是名人跟不名人的这个之间差异？因为如果他是名人或者是专业人士的时候，就会像你助理一样，很多人是因为哇是他的粉丝或相信他、崇拜他，然后他讲的所有的东西都觉得说这个绝对没有错的，那个造成的这个磁吸的这个效应会很大。对，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呢，法律就规定说，你要跟原来的这个不管是企业主也好，或者个媒体也好，你要负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如果说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的这个说服力呢，显然就对于这个名人也好，或者是专业人士来讲，他的这个吸引力可能未必是那么高，所以他才有个例外的规定说，当你的这个引荐者呢，他并不是一个这个知名的公众人物的情况之下，那他的赔偿的责任以他拿到的报酬的10倍，以他拿报酬的10倍的范围之内，他负赔偿责任。然后甚至于我们讲说，最常看到广告代言不实的是，在我出的这个书里面，其实就讲，就是说你什么10天之内就可以减肥，少掉多少公斤里面，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呢，其实都有提到法律上面，我们刚刚提到，不管是消费者保护或者是公平交易里面呢，在这个书里面其实都有说明，所以大家都可以随时都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法条的依据，还有就是说你要主张你的权利的话，你可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可以主张。所以碰到的你的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你的助理这个情形呢，他可能很难去找企业主，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对，你看企业主是在国外，但是消费者呢，按照我们的消保法的规定呢，他可以被请求这个损害赔偿，可以他可以请求损害赔偿。那除了损害赔偿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你可以主张的，就是说惩罚性这个赔偿金。惩罚性呢，就是外加的，并不是你的损害赔偿。比如说像你刚刚前面提到平台的部分，他明明知道这个平台他没有去做登记，然后也没有按照法令的规定来办的话，那你明明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它是一个明知的情况之下，你就除了你原来的损害，以你助理来讲的话，不是就是投了10万块钱吗？然后现在全部都打水漂了没了，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企业主呢，他其实是故意的，明明知道他根本没有去取得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这个登记，对于这个投资人呢也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之下，他除了他原来损害之外，他还可以请求一个在5倍以下的惩罚性违约金。好，我们就假设是5倍，所以他可以请求的就会变成10万加上50万，所以就是60万。但如果这个企业主呢，他有重大过失，对，最起码你说在这个比如说香港或其他地区，他那个地方呢，他虽然有登记，可是比如说在台湾，他应该遵循的法律规定他没有做，然后导致这个损害的话，那在重大过失，他可以请求3倍以下，所以简单来讲，10万加30万，他就是40万。那如果是一般的过失，比如说他疏忽了，然后他没有做这些，然后造成的这些的损害的话，他就是10万加10万，他就是20万。那大家都知道呢，其实一般来讲呢，你在主张你的权利在请求的时候，不会只有你的损害而已嘛，你就像你助理不会只有10万而已啊。比如说你到海外去的时候，你要请求，你要参加这个集体诉讼，你总要参与，那里面很多东西其实是外文的，那你可能会需要有律师啊，所以律师的这个律师费，律师费的话，合理的律师费的话，记得你在做很多对外的涉外案件的时候，记得要把合理的律师费用加进去，因为涉外的案件我们常看到呢，当事人很难处理涉外的案件，尤其里面的这个外文对，我记得以前的这个我的助理就讲过说，
哎，律师那个每个字我都看得懂，每个英文我都看得懂，但是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看不懂，所以要记得。他是说 ABCD 我看得懂，然后合在一起就看不懂了。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他看不懂，你知道？所以我就鼓励他说：“你好好继续看啊，看久了你就看懂了，你知道？对。但是呢，预防胜于治疗，很多的问题在不清楚的时候，在事前还没有处理之前呢，把它弄清楚。”那你把它处理完之后呢？所以这个就是说，还好我们现在台湾呢，对于不管是这个消费者保护啊，或者是公平交易法里面呢，都有一些的对于广告不实的部分呢，其实它是有规范的。否则的话，我们碰到当你这个跨国的这个案件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呢又双手一摊啊，然后什么事不做的时候，那你只能够自力救济，只能够靠自己。这个双手一摊，好像是他们常干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要多保护一点啊，因为指望政府做很多事情，其实还是要自己要先有这个对自己权益维护的意识啦。那我刚才听一听，其实是故意的话是5倍，然后重大疏失是3倍。对，然后呢，如果是一般状况的话，一般过失的话是1倍，好，所以大家就记得这个531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整体来讲，你都必须要有充足的举证，之前的做好保护。对，但与此同时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国内呢有很多的，不管广告代言人也好，或者是见证者也好，其实呢，可能他自己本来他其实也没有意识要去欺骗一般的消费者，他只是觉得说，有这样的机会，他可能有一个代言的这个机会，但他不知道说这个代言出来的这个法律的效果，它的含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透过民法典，透过我们的节目呢，我们也可以让很多的这个名人呢，观众朋友知道说，代言呢不是只有代言费的收入而已，它也随着代言费的收入呢，它也有很多潜在的这个法律的责任，然后不可不慎。所以你会看到像有特定的这个主持人呢，因为他是有法律背景啊，所以他在见证这个产品的时候呢，他前面都会有看到这个专家给他，比如说他有什么样功效啊，什么东西，他都要看到专家给他的这个报告里面，的确是有这样。因为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并不是说他对那个产品很有兴趣，不是，他只是要确保他将来如果万一发生到广告不实的时候，他怎么保障自己的权益。那我想问哦，如果已经善尽查证义务，比如说就我们以刚才这一次的所谓的 JPEX 的所谓这个加密平台的一个就是诈骗的这个状况来讲，它是涉及很重大广告不实，他可能事先都给他看说啊，你看我们在美国有这样上市啊，我们在哪里都有登记啊，可是因为一般我们能善尽查证，因为我们也对当地法规不够理解的时候，被他欺骗了，那这种代言。这样子还要一样连带是更高的这个嘛？对，5倍，对531。我跟大家报告的哈，第一个我们讲正常代言，先不去提到这个加密货币，是啊，我们先讲这个正常的情况。正常的情况，如果你已经尽了你的力，做了这个查证的话，因为我们讲说什么叫做过失，过失的法律上面含义是说你应该注意，你不注意，对啊。应注意，能注意，你也可以注意，但是你不注意，那它才会构成过失。那当你已经尽了查证的这个义务的时候，你应该注意，你也能注意，但你也做了注意了，所以你有没有过失的问题？你没有过失啊，所以你没有过失的情况之下，其实你也是不知情的，所以它跟法条的构成要件就不一样。那还会被罚吗？不会，所以那个责任上面来讲，他要负连带赔偿责任。好，那但是我们回到加密货币。加密货币到目前为止，它在台湾没有开放哦，没有开放。哎呦，这好重要啊！各位，所以它是不是一个合法的一个产品？它不是一个，所以你很难讲说对一个违法的这个事件呢，你可以讲说我已经查证过，但是就像比如说你种大麻，那你说我看过大麻的那个，然后我也专家的意见出来说，这个大麻呢其实对人体呢是没有像这个外面讲的那个，它只是会让你比如说迷惘啊、兴奋啊怎么样？你不能够选择性的去选择对你，因为你是一个违法的东西，你就很难去说你已经尽到注意义务，然后你决定出来的结果是跟法令规定的是不一样，这是所以其实这是2件事。如果是传统的产品这个法规里面都有规范的，那如果你已经应尽的义务，其实你就不会有连带赔偿责任。对。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你没有去注意到的话，那你就会连带赔偿责任。对，那所以这个也就牵涉到说代言人有没有被欺骗的问题。我们讲条文的规定你看他讲广告见证者明知或者可得而知，明知就是说你已经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实的，那可得而知就是说你可以知道它是不实的。对不对？可得嘛，你可以知道它是不实的，但是呢，如果你去做一个查证之后，然后确定它还是实，就不是可得而知的情形，所以跟法条的规范你要负连带赔偿责任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讲说，倒不是说这个产品是合法还是违法，而是说，当你今天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企业主做的事情并不是合法的啊。我们就讲说，像虚拟货币现在在台湾最起码它是没有开放，然后法律规定，平安讲金管会也搞不清楚，行政单位也搞不清楚，老百姓更是搞不清楚，它是一个走在你的法令前端的东西。对于一个在你法令前端那个东西的话，你其实是自己去承担那个风险。那当你去推荐一个风险其实不能够控管的东西，其实你决定的，其实从法条上面的意义就是说，你可得而知，它可能会有今天卷款而逃，或者是其他的整个这个资金没有办法那个合规的这个运作的这个情形。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呢，责任就会落到这个建言者的这个身上，就是我们讲代言人身上。因为毕竟呢，其实他原来的这个广告的这个发行货币的单位，它并不是在台湾。那消费者呢是在台湾，那他要主张他的权利，他怎么主张？他最容易就是找在地人嘛。那他找在地人的话，他就可能就是说，当你的广告里面有这些的内容跟实际上面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他就主张说这个是广告不实啊，所以你就要按照消保法的规定或者按照公平法的规定，你要负连带赔偿责任，这是我们最常会碰到的。所以这个代言人真的要小心了哈，这个千万不要乱代言哈，要代言人请慎选，先了解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这个的这个代言请慎选哈。那比如说前一阵子很多人就会提到说，像这个馆长跟这个 Toys 啊之间那个代言风波啊，里面就有很多的代言纠纷啊。这有机会我们也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吧。好，那今天关于呢这个代言啊，还有这个所谓的广告不实诈骗的部分啊，希望大家呢有获得知识。但最后还是要再跟大家说一下了哈，就是虚拟货币目前在台湾啊是没有法规的哈，就简单来讲是这样。那所以遇到纠纷的话哈，什么都不说就先吃亏啊，会吃很大的亏啊。所以大家记得要慎选投资标的哦。OK， 好，那我们今天呢民法典我们就聊到这里。最后还有我们要推荐一下我们美魔女律师给大家的怎样教你生活不犯错哈，那相关的书的讯息呢就放在我们的影片说明栏，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购买，然后可以让你们有很多的生活经验哦，大家可以避免撞到法律上的暗礁，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委员，好，谢谢历史哥，我们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好，最后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然后留下你的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看些什么吧。那我们就下一期再相见啦，拜拜，拜拜。一定要给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影片说明栏中记得去把它订阅起来哦，记得追踪哦，每周都会更新一集哦。那我们呢就在民法典上见喽，拜拜。